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真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所有人，真的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。AI 股价涨成这个样子，辉达 NVIDIA 一家公司的市值竟然比很多国家的 GDP 还要高，这到底是一个我们此生难逢的史诗级机会，还是一个即将破裂会让无数人血本无归的超级大泡沫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市场上真的是众说纷纭，有人喊冲，有人看空。但今天我们要用一个更宏观、更底层的框架来彻底看懂这一切。这个框架来自总经策略大师傅鹏，他认为我们可能正处在一个长达20年超级大周期的开端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马上来拆解。OK， 这次的分析我们会分成5个部分。首先我们会先来探讨驱动整个市场长期往上的真正引擎到底是什么。这个答案可能会颠覆你过去只看 GDP 的想法哦。接着我们会用傅鹏的框架来分析，为什么说现在的 AI 很像一条盖好了却没有车在跑的高速公路。再来我们会扮演侦探，回顾过去这几年市场是怎么样从一片混乱中大浪淘沙，最终选出了辉达这个唯一的赢家。第4部分我们会来聊一个很有趣的吊诡，就是当市场对一件事过度确定的时候，反而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，我们会看到全球经济未来面临的2条截然不同的路，以及为什么2026年会是一个最终摊牌的关键时刻。好，我们马上进入第1部分。要理解现在这个既疯狂又矛盾的市场，我们需要一张新的认知地图。我相信很多人，包括很多分析师，都习惯看 GDP、看就业数据来判断经济好坏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些指标最近好像常常跟股市的表现脱钩，对吧？经济数据看起来普普，但股市却一直涨。傅鹏就认为这些都只是表象，真正能够解释资产价格长期趋势的，是一个更底层、更核心的概念。这个核心概念就叫做全要素生产率，英文是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， 简称 TFP。 你不用被这个学术名词吓到啦，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国家的效率指数，或者说一个系统的武功秘籍。它衡量的是你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、资本、土地，到底能多有效率的把它们转换成实际的产出。重点来咯，傅鹏的核心观点就是一个国家股市的长期表现跟它的 GDP 成长率关联性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，但跟它的 TFP， 也就是效率的提升，确实高度正相关的。换句话说，股市长期奖励的不是变大，而是变强。现在这张图就很清楚地展示了这个观点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蓝色这条线代表美国的全要素生产力，橘色这条线是美国的股市。你把时间拉长来看，会发现，这两者的走势几乎是贴在一起走的。当 TFP 提升的时期，股市就走一个长牛； TFP 停滞的时期，股市也就跟着盘整。这就强而有力地证明了，效率的提升才是驱动资产价格长期上涨的那个真正的引擎。那问题就来了，要怎么提升这个效率指数 TFP 呢？傅鹏提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铁三角模型。他认为 TFP 是由3个互相联动的齿轮所决定的。第一个齿轮是生产力，这个最好理解，讲白了就是科技上的大跃进，像是工业革命的蒸汽机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，或者是我们今天谈的 AI， 它有潜力从根本上颠覆所有行业，这就是生产力。第2个齿轮呢，叫做生产关系。这听起来有点学术，但其实指的就是资源怎么分配，劳动力怎么组织。比方说，2001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，全球化的供应链就形成了嘛。美国负责品牌设计，台湾负责晶片制造，中国负责廉价组装，这就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，它极大地提升了全球的生产效率。第3个齿轮呢，则是制度与秩序，也就是整个游戏的规则，像是金融法规的松绑或收紧，国际贸易协定的签订，甚至是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，都会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的运作效率。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，大家一定要记下来。一个长期的牛市，并不一定非得要靠科技大爆炸，只要这3个齿轮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了正向的转动，都能有效的提升 TFP，
进而推动市场上涨。我举个例子，过去10年的日本股市为什么能走出失落的30年，不断创下新高？它的科技有什么飞跃性的突破吗？好像也没有嘛。但你看它的公司治理、劳动市场的改革，还有整个国家的心态，这些都属于生产关系和制度的场面，它进行了很深刻的改革。巴菲特重仓日本5道商社，看上的也不是他们的黑科技，而是他们现金流和公司治理的改善，这同样转动了 TFP 的齿轮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看市场不能只当一个科技宅，而是要从这3个齿轮的互动去全面理解，格局才会大。好了，理解了这个强大的 TFN3 齿轮框架之后，我们现在就把它当成我们的透视镜来分析当前的 AI 狂热。这到底是在转动哪一个齿轮，又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富朋用了一个非常传神的比喻来形容现在的 AI 革命。他说以辉达、NVIDIA、台积电为首的这些公司，他们在做的事情，其实就是在砸下重金盖一条前所未有的超级资讯高速公路。这条路就是 AI 的基础设施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算力。你看盖路这门生意，它的确定性是非常高的，对吧？只要大家公认未来就是 AI 的时代，那修路的产子，也就是 GPU， 坡路的沥青，也就是晶圆代工，还有工程车，也就是伺服器，就一定会大卖。这就是为什么辉达的业绩能如此确定地爆发，因为全世界的科技巨头都在排队跟他买产子。但这就带来了市场目前最核心、价值数兆美元的大哉问：路是盖好了，而且越盖越宽，越盖越快，可是要跑在上面的车在哪里？所谓的车，就是能真正落地的，能创造巨大商业价值，能让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发生改变的 AI 应用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只有路没有车，那这条昂贵的高速公路最终只会变成一堆没有回报的钢筋水泥，那不就是一个史诗级的泡沫吗？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历史上其实发生过很类似的场景，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线索。一个正面的例子是2000年代初期的中国，当时中国大举投资基础建设，盖了非常多的高速公路和铁路。很多西方的经济学家，像是谢国忠，就不断警告说这是有路无车，最后只会变成巨大的地方债务。但结果我们都知道嘛，后来的城镇化浪潮和中国加入 WTO， 让这些路上跑满了货车和私家车，反而成为了中国经济起居的基础。但另一个海面的例子就是2000年的网络泡沫，当时也是一样，大家疯狂投资网络公司，盖了一堆资讯高速公路，也就是各种.com网站。但最后因为找不到能稳定赚钱的商业模式，也就是找不到车，泡沫就残酷的破裂了，很多公司都灰飞烟灭。所以你看，今天的 AI 就站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，它到底会成为21世纪的中国基建，还是重演2000年的网络泡沫？这就是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所在。既然不确定性这么高，那市场过去这几年是怎么一路走到今天，把所有赌注都压在辉达身上的呢？这其实就像一场非常精彩的侦探故事。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，也就是木头姐 Cathy Wood 的 ARKK 基金的兴衰，来看看市场是怎么样透过层层筛选，最终锁定 AI 这个头号嫌疑犯的。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分成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大概是2015年到2021年，我们称之为广泛撒网期。那个时候，市场知道生产力的齿轮需要转动了，但没人确定下一波的技术革命到底会是谁，是基因定序、区块链、电动车还是 AI？ 所以最聪明的策略就是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，全部都投。木头姐的 ARKK 基金就是这个策略的完美代表，他把所有可能的未来赛道都买了一遍。在这个阶段，市场的钱很多，情绪很乐观，所有梦想的估值都会膨胀，所以 ARKK 表现得非常亮眼。但到了2022年，情况急转直下，进入了残酷淘汰期。联准会暴力升息，就像突然关掉了印钞机，等于是给市场来了一场压力测试。所有还在画大饼、没有实际获利的公司，估值全部都被打回原形。ARKK 持有的那些公司，10家有9家都被证明只是美好的故事，于是基金净值也跟着崩盘。重点来了，就在这片废墟之中，2023年初 ChatGPT 横空出世，它有一个实际的产品向全世界证明 AI 这条路是真的通的。
于是市场立刻做出了选择，所有幸存的资本像找到浮木一样，全部都涌向了那个最确定的卖铲子的赢家辉达。这就是第3阶段赢家确认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辉达的角色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在2022年之前，它还被市场看作是众多高风险科技股中的一个，大家还在争论它到底是做油气显卡的还是挖矿的。但在 ChatGPT 出现后，它的身份可以说是加冕为王。它不再是一个赌未来的梦想股，而是 AI 革命中唯一确定的军火商，一个盈利能力超强、成长性又极高的类价值股。所有想参与 AI 革命的人，不管你是谁，都得先跟他买铲子。好，市场找到了辉达这个确定性的答案，本来是件好事，对吧？但新的问题也跟着来了，这就是投资的吊诡之处。那就是当市场对某一件事变得过度确定的时候，风险反而会从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。这就是人性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知道有一笔生意稳赚不赔，你还会只拿10%的钱去投资吗？不会的。你绝对会想尽办法压上身家，甚至去借钱开杠杆，想要把它一次赚够。现在的市场对辉达就是这种心态，因为修路这件事的确定性实在太高了，导致大量的资金，甚至很多对冲基金的杠杆资金都过度集中在这一个点上，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拥挤的交易。这种过度确定就造成了现在市场一个非常有趣的矛盾现象。你看这张表，一方面代表生产力确定性的辉达股价不断创下历史新高，市场对修路这件事信心爆棚；但另一方面代表市场恐慌情绪的 VIX 指数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恐慌指数，它衡量的是市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定价，却在悄悄地一波一波的垫刀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市场就像一个外表看起来很镇定，但手心其实在冒汗的人，在信心满满的表面之下，对于应用端，也就是到底有没有车来跑这件事，其实是越来越焦虑的。大家嘴上都说相信 AI， 但实际上都在悄悄地买保险避险。这种生产力的极度乐观和生产关系的极度不确定，这2股力量的拉扯，把我们带到了今天分析最关键、最精彩的部分——全球经济的最终对决。未来只有2种剧本可以走。要看懂这场对决，最好的工具就是利率曲线。大家可以简单的这样理解：长期利率像是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，它反映的是市场对未来的看法。如果大家相信 AI 革命最终能大幅提升生产力，带动经济长期成长，那大家就会要求更高的长期回报，长期利率就会维持在高档。而短期利率呢，则更多的反映了联准会对当下的判断，也就是目前实体经济、通膨、就业这些生产关系的健康状况。如果经济不好，联准会就有降息的压力。所以利率曲线就像是市场的 X 光片，让我们能同时看到对未来的梦想和对现实的评估。所以现在的状况是什么？就是一场真实版的冰与火之隔。火的部分是资本市场，长期利率因为市场对 AI 的无限憧憬而维持在高档，代表对未来的预期非常火热。冰的部分是实体经济，很多数据都显示经济正在放缓，大家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越来越高，代表真实世界其实有点冷。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正在讲着2个完全不同的故事，这种巨大的分歧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，最终要么是火把冰融化，要么就是冰把火浇熄。最终市场必须在这2个剧本中做出选择。富鹏认为，这个摊牌的时刻很可能会落在2026年前后。剧本1是悲观的结局，泡沫破裂。如果未来1到2年我们还是没看到能真正改变行业的杀手级 AI 应用，那条高速公路还是空空如也，那么市场对生产力革命的信心就会崩溃，长期利率会跟着暴跌，而之前因为过度确定而堆积起来的杠杆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引发全球性的资产价格崩盘。剧本2则是乐观的结局，超级周期正式开启。如果有杀手级的应用，比如说真正的全自动驾驶商业化， AI 辅助新药研发大幅缩短时间，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 AI 员工等等，让高速公路上跑满了赚钱的车，那就证明生产力的提升成功地传导并且改善了生产关系，也就是拉动了实体经济。那么我们就将迎来一个长达20年的超级周期的主升段，
而市场的焦点也会从卖产值的辉达转移到那些成功的造车公司身上。好，我们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，这也是今天最重要的3大重点。第一，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看市场，忘掉只看 GDP 的旧思维，真正的长期驱动力是代表效率的 TFP， 它由生产力、生产关系和制度这3个齿轮共同决定。第二，用这个框架来看，目前的 AI 革命正处于一个路已修好，等待通车的关键阶段。市场对修路，也就是生产力，信心很高，但对到底有没有车，也就是应用端，焦虑感正在上升。第三，这就导致未来1到2年，全球市场将面临一场泡沫破裂或超级周期的最终对决，而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杀手级的应用到底会不会出现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富鹏的框架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可能不是在看一个短期的市场波动，而是站在一个长达20年大故事的第一幕和第二幕的转折点。第一幕是关于生产力基础设施的建设，主角是辉达，而即将到来的第二幕将是关于生产关系的重塑，也就是那些杀手级应用的故事。现在你已经提前知道了这份剧本，你会如何为即将到来的第二幕做准备呢？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认为最可能出现的杀手级 AI 应用是什么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，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